我猛地睁开眼，看见熟悉的天花板，南湖花苑别墅区6号别墅，我的卧室。我立马抓起床头柜上的手机。3333年4月15日早上6点58分，末世来临的1个月之前，我重生了。上一世持续5个月的暴雨，洪水淹没一切，断水断电。我拼了命想守住我的4只猫，可它们还是被人打晕。我之后活活剥了皮，只剩一地碎骨，而我被扔在雪地里冻死了。我攥紧手机，指节发白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抢走我的东西。我掀开被子下床，起得太猛，眼前一黑，手滑在衣柜金属拉手上，指腹被割开一道口子，鲜血涌出来，流到手腕上的玉镯上，玉镯瞬间爆发出耀眼的红光。再睁开眼，我已经不在卧室里了，映入眼前是另一个世界。这是我母亲留下的遗物，里面竟然藏着一个空间，竹篓里有个白玉池子，泉眼正冒着泡。我已经太久没痛快地喝过水了，捧起泉水大口喝下。忽然我的身体越来越热，痛意从骨头缝里钻出来，我撑不住倒在地上，昏死过去。再醒来时，一股刺鼻的酸臭味差点把我熏吐，我浑身上下糊满了黑色的黏腻污垢，顿时我胃里一阵倒腾，立马走出空间，冲进浴室，洗了1个多小时才把自己搓干净。站在镜子前，我愣住了，而我身体好似用不完的力气。我瞬间意识到，这是能洗精罚水的灵泉，有了它，在末世不就百病不侵了？我立马从空间取出一滴灵泉水，用100倍的水稀释，分进它们的罐头里。4只猫吃完就冲进猫砂盆，几分钟后，满屋子酸臭味。我看着它们没事，我拿上车钥匙就往外走。上一世我一无所有，在末世里撑了将近1年，这一世我有整整1个月的时间去准备。我没选择开跑车，而是选了定制的 C 型房车，直接开去改装厂。玻璃全换成最高级别的防弹玻璃，保温做到最好，电瓶换最大最好的，车顶铺满太阳能板，车身加固加厚，轮胎换成极地胎，加装柴油暖风，全车无死角监控，玻璃、轮胎、电瓶、配件，每样给我备20套备用，半个月能弄好。没问题。我交了定金后，我直奔郊区最大的批发市场。宠物店老板看着我列的单子，嘴巴张成了 O 型。猫粮2500袋，猫罐头、猫条、冻干各5000箱，猫砂200吨。他狐疑地看我，你买这么多干啥？我要资助流浪动物救助站。他顿时眉开眼笑。好嘞，我付了定金，让他后天把货送到我租好的仓库。出了宠物店，左手腕上多了一颗红豆大的红痣，而我的玉镯不见了。就在我疑惑之际，手臂上突然冒出一颗红痣，我皱眉，下意识去触摸红痣，忽然一股强大的吸力瞬间将我拉进空间。我瞳孔猛缩，这时候才意识到空间融进我身体里了，这样也好，就不用担心玉镯被抢了。从空间出来后，接着去粮油店，大米白面各1万斤，各种杂粮5000斤，油2000箱，盐5吨调料，方便面、螺蛳粉、自热火锅、压缩饼干、巧克力。士力架每种上千箱，下午又买了种子、果树苗。第2天开始买保暖衣物、羽绒服、羊毛衣、雪地靴、棉被、取暖设备，全是大批量。第3天，我直接把别墅挂中介卖了5000万，全款到账之后，我开始买房子。我要求很简单，地势高的小区，25层以上，最好是顶楼。中介很快找到3套房源，我选了32层那套，70平毛坯。定下房子后，我立马打电话给市里专门给富豪服务的顶级安保公司。我要这房子和银行保险库一样安全，4周墙壁、顶部、底部全部焊金属层，3层防弹玻璃，银行保险库大门，20天能交工。装修公司的人瞪大眼睛，能。然后便是枪支，我没有犹豫，直接飞往 M 国。找到曾经的雇佣兵师傅詹姆，用提前换好的 M 金买了大批物资，煤炭、木柴、枪支弹药、汽油、柴油、太阳能发电机、手雷、地雷炸药，花了1个亿。又辗转 H 国、2国买了大量肉类、海鲜、成品菜，最后去1国买了最好的防寒设备和煤炭。12天后回国，又花10天跑遍全国买特产、小吃、饭店成品菜，手里还剩500万，我又买了条船。等回到 X 市，房车和安全屋都已完工，我验收了房车，付了尾款，把车和所有配件收进空间，赶到明城家苑11号楼32层。装修公司的人已经在等我了。南小姐，电子锁密码和指纹我都教你，您验收一下。屋子四周泛着金属光泽，冷冰冰的，但足够坚固。我拿着大铁锤敲了一遍，满意的付了尾款。等他走后，我用检测仪把每个角落都扫了一遍，没有监控，没有窃听。门外我让他们装了全方位监控，连楼梯间都看得一清二楚。我开始布置这个安全屋，次卧和客厅打通，放了壁炉和大锅台，铺上地毯，摆上我的床、衣柜、贵妃榻、猫砂盆、10盆水盆摆好。主卧改成健身房，卫生间暂时能用，等停水后就封死。我把4只猫从空间带出来，它们适应得很快，围着屋子转了一圈就开始舔毛。我给自己做了搬新家的第1顿饭，爆炒牛蛙、葱爆羊肉、鱼香肉丝、干锅花菜、桂花米酒汤圆，4菜1汤，1大碗米饭，吃得干干净净，吃饱喝足。我躺在床上，4只猫全在我身边。
窗外是5月的阳光，温暖而明亮，距离末世还剩最后一天。第2天下午我才醒来，窗外阳光依旧明媚，新闻里播着暴雨预警，评论区全是嘲讽，天气预报又在溜人。我没理会，我就算告诉他们也无用，没有人会信末世的。去银行把卡里剩下的钱大部分换成黄金，然后去了趟超市，买了一推车零食。回来时天已经黑了，电梯里人很多，到了32层，只剩下我和另外3个人。一个40多岁的大妈推着4轮小车，里面装满了米面粮油。一对衣着光鲜的年轻男女低声交谈，进了最东边那户，大妈进了最西边那户，我住在中间。推车的大妈看了我一眼，热情得很。你是刚搬来的吧？之前你家装修你都不盯着，心可真大。这天说变就变，预报说有大暴雨，我今天赶紧囤了点菜。你也是去超市了？我犹豫了一阵，只回了2个字：不是。他撇撇嘴，没再说话。回到家，4只猫蹲在门口迎接我，我挨个揉了一遍，它们就闹着要进空间。我带着它们进去，看着它们追着小鸡、小鸭满地跑。我在竹楼顶上装了太阳能板，2个小时后灯亮了，空间里的太阳也能发电，这意味着末世之后我可以用电无忧。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，10个大电饭煲同时蒸米饭，炖肉一锅接一锅，红烧肉、酱排骨、清炖羊排、番茄牛腩、黄豆炖猪蹄，不锈钢大桶摆满了地下室，满满的安全感。天亮时，我推开窗户，想透口气，一股冷风灌进来，我打了个寒战。5月的天，温度骤降了10度不止。我穿上厚外套、秋裤、防风裤、防水短靴，推门出去。隔壁大妈刚好也出门，穿着浅紫色羽绒服，围着围巾，比我还厚实。她看见我又想搭话，我没给她机会，大步走进电梯，出了单元门，冷风扑面，我裹紧衣服。天空阴沉沉的，像扣了个盖子。我打开电视，新闻里播报着紧急预警。超强降雨将于今日来袭，请市民做好防范准备。而我的手机群消息炸了锅，积水怎么已经漫上台阶了？物业呢？排水怎么做的？楼长是刘春华，就是住西边那个大妈，她几乎秒回道：全市都在积水，物业也没办法。低楼层的要是被淹了，就和高层商量借助一下，咱们都是一栋楼的，互帮互助嘛。我嘴角弯起一个冰冷的弧度，借助请神容易送神难，群里瞬间安静了，没一个人接茬。我退出群聊，看了眼微博，热搜全是暴雨，临海临河的城市已经开始淹了，但没人当回事，所有人都觉得雨很快就会停，只有我知道这场雨短时间内不会停了。电饭煲滴滴响了起来，我放下手机去厨房，粥和米装进不锈钢大桶，刷干净锅，开始炖肉。忙完之后，我把4只猫从空间带了出来，它们在空间里疯跑了1天，出来就围着我蹭。我撸着猫刚躺下，门铃响了，这么晚了，谁？我没起身，直接打开手机看监控。刘春华站在我家门口，身后还跟着一对抱着孩子的年轻夫妻，后面的男人身边放着2个28寸行李箱，背上还驮着半人高的登山包，手里拎着2个行李包。这阵仗来意再明显不过，我没去开门，刘春华就一直按门铃，这是打算赖上我了。我穿上鞋走到门口，打开门上方的小窗，外面还有一层厚实的合金网，孔洞细密，婴儿手指都伸不进来。有什么事儿吗？刘春华絮絮叨叨。哎呀，你怎么才出来也不开门，这样怎么说话？我已经睡了，被吵醒的，有事直说。1楼被淹了，我给他们安排住处，你家2室一厅就你一个人，让他们一家3口住你这儿，你看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你说什么？刘春华满脸错愕。我不愿意，找别人去。他的笑容绷不住了。大家都是邻居，有困难互相帮忙，你一个人住不完这么大的房子，为什么不帮忙？我习惯一个人住。抱孩子的女人满脸哀求地凑上来。我家宝宝很乖，不会吵到你。天这么冷，孩子受不了，拜托了。男人也跟上来说，我们可以付钱，按酒店价格给。刘春华立刻帮腔，人家给钱你也不吃亏，孩子这么小，你忍心他没地方住？我挑了挑眉，又不是我的孩子，我为什么不忍心？你这人怎么说不听？顺手的事帮个忙怎么了？你就没个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？我确定没有。刘春华气得直瞪眼，却拿我没办法。就在这时，3204的门开了，王美娟从里面走出来，就是之前和我在电梯口碰见那个大妈。刘姐，大晚上怎么在这儿站着？刘春华叹了口气，1楼不能住人了，我想着让小南把空屋子给1楼小郑一家住，人家愿意按酒店价格给钱，可小南不同意，正发愁呢。王美娟眼珠子一转，眼睛瞬间亮了。就这事儿，那住我家呗。真的？那还能有假？我家空着一间屋子，给他们住刚好。刘春华看向那对小夫妻，2人对视一眼，女人笑着说，能有个地方住当然求之不得，就按1天300块，怎么样？王美娟嘴角压不住的上扬，嘴上还在说客气话，都是邻居，多了少了的无所谓，远亲不如近邻嘛。
还是美娟你拎得清，不像有些小年轻不懂人情世故，事儿做得这么绝，以后遇到事儿看谁帮他。我面无表情地关了小窗，上锁，转身回屋。刘春华在彰显楼长的权力，王美娟图那300块房费，小夫妻俩带着这么多行李，是聪明人，更擅长道德绑架。只是王美娟高高兴兴把他们请进去，之后想请出来可就难了。我重新躺回床上，4只猫跟着跳上来，全在我身边，听着他们的呼噜声，我闭上眼睛，沉沉睡去。一觉睡醒，外面暴雨依旧，墙上温度计显示10度，只1天便降了好几度。我穿上毛绒睡衣，没急着洗漱，先走到窗边，打开百叶窗，拿起望远镜往外看，暴雨比昨晚更大了。小区内外一片汪洋，房屋全成了孤岛，临街商铺已经被淹没，积水直奔2楼。明城家苑地势稍高，但1楼也淹了大半。2楼的人现在估计正着急搬家，看着架势，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。我吃早饭时翻了翻业主群，果然都在讨论这事儿。刘春华又在长篇大论。最后商量出的结果是，这栋楼还有几套空房子，钥匙刘春华手里都有，先打开让低楼层的人住进去，空房一共9套能用。结果3楼4楼的人也闹着要搬，聪明人都看出来了，这雨停不了，2楼3楼4楼加起来11户，9套房根本不够分。最后刘春华拍板，3口及以下的合住1间，3口以上的分2间，客厅、厨房、厕所共用。大家还觉得困难是暂时的，都答应了下来。我看了会儿热闹，连开门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。这些人现在还能好商好量，是因为还抱有希望。再过几天，希望破灭，这种和气场面就看不到了。到了下午，积水已经淹没整个2楼，直奔3楼。群里3楼4楼的人都在庆幸搬得快。我正要从空间拿饭菜出来吃，门铃响了。我皱皱眉，一边打开手机监控，一边往门口走。本以为又是刘春华或者王美娟，没想到站在外面的是3201那对年轻夫妻。我们在电梯里见过一次，连点头之交都算不上。我打开大门上的小窗口，有事儿吗？男人彬彬有礼的开口。您好，我们是3201的，我叫许平，这是我老婆刘娜娜。什么事儿？许平笑了笑，我们平时不怎么在家做饭，家里没什么吃的了，外面积水太深出不去。前几天看你买了不少东西，能不能卖给我们一些？刘娜娜也凑上来，笑得灿烂。小姐姐，你一个人也吃不完，卖给我们一些呗，都是邻居互相帮助，大不了多付你钱，你看怎么样？我冷哼一声，又开始道德绑架，只要我没有道德，谁也别想绑架我。我是大胃王，我淡淡开口，那些东西还不够我自己吃的，不卖。刘娜娜一脸怀疑，你这么瘦，怎么可能是大胃王？越瘦的大胃王吃的越多，我还有事，你们找别人买吧。说完，我直接关上小窗口，往客厅走，在桌边坐下。我打开监控，走廊里的一切尽收眼底。我透过监控，把走廊里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。刘娜娜满脸不悦，声音刻薄：什么大胃王？我看他就是不想卖给我们，找借口呢。许平沉着脸，压低了声音：你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家里一点吃的都没了，你打算被饿死？你冲我吼什么？谁让你平时不知道买点吃的放家里？我倒是想买米面粮油。你会做饭吗？方便面你又说不健康，现在怪起我来了。眼见刘娜娜要发飙，许平态度软了下来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娜娜，我不是想吵架，现在这情况谁也没预料到，我也是不想你再挨饿。刘娜娜板着脸，那你说怎么办？他又不愿意卖。许平看向3204的方向，他不愿意，有人愿意。你是说王美娟？对。许平笑了笑，王姐一天去好几趟超市，家里吃的肯定不少。可是他这个人，多给点钱就行，咱们又不差钱。刘娜娜得意地抬了抬下巴，能用钱解决的问题，那都不叫问题。两人转身去了3204。王美娟开门后，许平说明了来意。王美娟故作为难：我家那点吃的，也不知道还能撑几天，我愁的觉都睡不着了。许平笑容不变：谁不知道王姐你最喜欢买东西？姐，我们是真的没吃的了，你就卖给我们一些吧，你说个数，我们肯定不还价。王美娟想了会儿，我记得之前买过1箱子方便面，一直没吃，要不给你们？刘娜娜有些嫌弃：泡面有啥好吃的？王美娟笑容顿时没了，抬手就要关门，许平赶紧拉住：王姐，就泡面吧，1箱是吧？我给您100块，您看怎么样？100啊！王美娟拖长了音调。许平秒懂：300块。王姐，看怎么样？王美娟这次没犹豫，满脸笑容的答应下来，收了300块现金，递出1箱方便面。刘娜娜低声抱怨：去超市买最多30块，她要300，真是想钱想疯了。许平扭头看了一眼3204的门，没事儿，能买到就行，这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停呢。两人转身回了3201，我放下手机，3户邻居没一个省油的灯，倒是3203的住户一直没见过，也没动静，不知道是什么人。
不过无所谓，谁对我不利，解决掉就是了。天黑透了，店还没来，群里都在抱怨，手机都快没电了。物业和楼长迟迟不给解决办法。刘春华又开始长篇大论，稍安勿躁，困难总会过去。昨天这话还有点用，今天已经没人买账了。在群里说不清楚，还浪费电。我要去22楼找楼长，你们谁一起去？一呼百应，群里开始接龙。接龙过后，群里彻底安静了。我知道他们应该是都去找刘春华了，不过我没打算出门，大雨还要下好几个月，热闹天天有，不急于这一时。停电对别人来说是天大的麻烦，对我却没什么影响。天黑之后，我进了空间，吃了顿丰盛的晚饭，继续弄浴室，从小溪里抽水，灌满水塔，够我洗半个月。抽完水，小溪也没见少，应该是活水，放心了。空间里日不落，太阳能热水器随时能用。第二天醒来，空间里的废水排到地里直接消失，地面干巴巴的，连动物粪便空间都会自己净化。我只需要投喂就行。吃过早饭，蒸上米饭，炖上肉，我带着饺子现出了空间。包饺子动静小没味道，正适合在外面做。打开可移动电视，一边看剧一边包饺子。窗外雨声哗哗，还挺安逸。但11号楼里的其他人安逸不了，停电超过24小时，没有来电的迹象。水流也渐渐变小，随时会停水。没了水电天然气，住在这高楼上出不去的人和等死没区别。积水已经漫上6楼，5楼、6楼的人没找到住处，只能住楼道，还不敢待在低层，干脆搬到22楼，就住在刘春华家外面。我从监控里看着，刘春华不让他们进屋，他们一天敲800遍门，不是借厕所就是借厨房，他死要面子不能不借，家里大门基本没关过。3201和3204那几个人都闲不住，每天走楼梯下楼，带好几个小时才回来，带回来一堆消息在群里发，我听着也不觉得他们多讨厌了，至少不用出门就知道楼里情况。又过了2天，积水淹到8楼，天然气和自来水都停了。停水好办，外面下着暴雨，把容器伸出窗外就有水，但没了天然气，众人彻底慌了，连口热饭都吃不上。有人想烧家具，可实木家具少之又少，复合板烧起来烟熏火燎还不耐烧，一不小心就是火灾。狼狈的又熬了2天，暴雨第7天。积水淹了12楼，4楼到12楼的住户全挤在楼道里，从22楼往上，现在22到31楼的楼道都住满了人。要是13楼也被淹，32楼楼道也不能幸免。虽然32楼楼道暂时还没住人，但已经有人上来敲门了，不是借卫生间，就是借粮食。前几天还有人愿意借货卖，但现在谁都看出来，暴雨短时间内不会停。有粮食的人全把东西捂得紧紧的，再也不敢往外拿，尤其是王美娟。有人敲门就装死，连大门都不敢开了，可他不开门也没用。11号楼的所有人都知道刘春华爱往家里囤特价食品。这天临近中午，刘春华在屋里待不住了，开了门，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上了32楼，站在3204门口，把门拍得砰砰作响。我在隔壁包包子，听到动静，果断暂停电视，打开手机监控。刘春华拍了半天，门纹丝不动，干脆扬声喊话：“美娟，你把门打开，大家过来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从你这儿买点吃的，该给的钱不会少，邻里邻居的互帮互助嘛。谁不知道你热心肠，越是这种时候越该挺身而出啊。”这是给王美娟戴高帽呢。王美娟显然不傻，任凭她说，破嘴皮子就是不露面。正僵持着，3201的门开了，刘娜娜和许平走出来。刘娜娜凑到刘春华跟前：“刘姐，我们这一层喜欢囤货的，可不只有王姐呢。”刘春华顿时来了兴趣：“你是说谁家？”刘娜娜朝我这边看了一眼：“3203刚搬来的小姑娘，下雨前一天拎了几大袋子东西回来。这么多天了，没见她出过门，应该不缺吃喝。”人群中有人嘀咕：“从没出过门，该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吧？”“对呀，一个小姑娘，该不会已经……”刘春华立刻接过话：“我身为楼长，要保障楼里住户的安全。既然这么多天没见人，说不定真出了意外。咱们先敲门看看，要是没人开，就一起把门打开进去看看。邻里邻居的，总不能出了事都不知道。”一群人纷纷附和，什么关心安全，就是想破门而入，浑水摸鱼。我嘴角勾起冰冷的弧度，不去找你们麻烦，偏偏要撞上来。我把没包完的包子全收进空间，擦了桌子，朝门口走去。外面已经在踹门了。我走到门口，打开小窗口，冷着脸看着外面。你们在做什么？正在踹门的男人被吓了一跳，站稳后皱眉道：“感情你没事啊？没事怎么不开门？让我们踹半天，累都要累死了。”我都要气笑了，跑来踹我的门，还理直气壮质问我。刘春华走上前，温声开口：“小南啊，你没事可真是太好了，我们刚刚都担心坏了。”看着刘春华那故作关心的模样，我嗤笑一声：“是吗？”刘春华面上浮现愠怒，语气生硬起来：“小南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你是不相信我说的话。我没回答，只淡淡道：“那现在看见我好好的，你应该也放心了，可以走了。”话音刚落，刘春华脸颊涨红，呼吸都急促起来。刚刚踹门的男人又凑上来，流里流气地说：“走什么走？你赶紧把门打开，我们有事儿跟你说。”刘春华也调整好表情：“对，小南，你开门。什么事？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大家都没什么吃的了。听说你买了不少，想找你买点，钱不会少你的。”我淡淡说了2个字：“不卖。”刘春华笑容彻底维持不住了：“小南，你这样可不行啊！做人可不能这么自私。”我挑眉：“不想卖给你们就是自私。”男人又叫嚣起来：“当然是自私！你自己有吃有喝，看着我们忍饥挨饿，你太自私了！像你这样的人根本不配住这栋楼。”他唾沫横飞，刘春华等人纷纷附和，集体讨伐我。刘娜娜也凑上来，幸灾乐祸道：“做人不能太自私，不然犯了众怒，惹怒了一栋楼的人，可就待不下去了。外面雨这么大，积水这么深，被赶出去能去哪儿啊？”男人冷哼一声：“那也是他自找的，乖乖把东西卖给我们不就行了？”刘春华皱了皱眉，故作无奈地看向我：“小南啊，你看，不是我不帮你，实在是得罪了大家伙，你一个人也不好过。要不你还是把食物卖给大家一些吧，我们又不是不给钱。”男人恶狠狠地看着我：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要是再唧唧歪歪不同意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到时候别说是钱，这房子你都别想再住下去。”我的视线在众人脸上扫过，轻声问：“你们这样就不怕我报警吗？”男人哈哈大笑：“报警？这都停电多久了？你的手机还有电，电话都打不了，你怎么报警？就算真报了，你觉得警察会来吗？外面狂风暴雨，积水那么深，谁会因为这点小事来一趟？”我没说话，一脸深思。男人以为我怕了，得意地挑了挑下巴：“现在知道害怕了，要是怕了就赶紧开门，兴许我们还能给你留点吃的，允许你继续住里面。”我这才又看向他，一脸明悟：“我觉得你说的很对。”男人愣了一下，紧接着高兴起来：“觉得对，还不赶紧开门？”我没搭理他，而是看向刘春华等人：“你们也都觉得他说的对，只要我不把东西卖给你们，你们就打算明抢，然后把我赶出去自生自灭。”刘娜娜眼中闪着怨毒的光：“这可不能怪我们，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太自私。”其他人纷纷附和。刘春华叹了口气：“小南啊，你这是何必？你一个小姑娘守着那么多物资，又能撑多久？还不如把东西拿出来分给大家，这样大家也能记得你的好。以后你需要帮忙的时候，大家也不会袖手旁观。”刚刚还说要买，现在张口就是让我直接把物资拿出来。不过我一点都不惊讶，这些人坏的越明显，我越喜欢。我勾了勾唇角：“既然你们都这么说，那我就放心了。”男人蹙眉：“你放心什么？我警告你赶紧开门，别故弄玄虚。”谁不知道这房子里就住了你一个人，虚张声势也没用。其他人纷纷催促起来：“开门，快点开门，我们要吃的！”我看也别和他废话了，直接破门。就是他一个人能拿我们这么多人怎么样？不过就是要他一点吃的而已，弄得像要他命一样。真是小家子气！等雨停了，水退了，我买10倍的东西还他。我买20倍，到时候要看着他全部吃完。听着这些恶毒的话，我心中没有任何波澜。我缓缓关上小窗，下一刻手中就多了一把锋利的匕首。我握紧匕首，直接打开了大门。外面男人正要抬脚踹门，见门突然打开，又是一个趔趄。不过这次他没发飙，反倒笑得格外畅快，侧过身对刘春华等人道：“我还没踹门呢，他就把门打开了，这是害怕了。”哈哈哈。男人得意地冲我挑下巴：“既然开门了，那就赶紧把吃的都拿出来吧。”我没动，男人皱眉：“你不去，那我就自己进去找了。”他说着抬脚朝我走来，伸手就要把我推到一边。就在他的手即将碰到我的瞬间，我抬起手，手中锋利的匕首狠狠划过他的手。男人惨叫一声，鲜血四溅，4根手指齐刷刷掉在了地上。手指掉在地上的声音不大，但四周寂静的可怕，那声响振聋发聩。走廊里站着20多个人，此刻全都不敢发出丝毫声音，连呼吸都放轻了。有人下意识往后退了几步，满脸惊恐地看着我。断手的男人另一只手在空中不住颤抖，像得了帕金森一样，断掌处鲜血不断滴落。我将匕首在掌心转了一圈，玩味地看向所有人：“谁还想进我家？”没人吭声。我扬了扬眉：“你们就这点胆子？这点胆子怎么敢来抢我的东西？”我往前走了一步，断指的男人连连后退，脚下不稳摔倒在地。他脸色苍白，满脸冷汗，再没了之前的嚣张。我只瞥了他一眼，就看向刘春华：“刘姐，你刚刚不是一直想让我出来，说有事儿要跟我说吗？现在我出来了，你怎么不说了？”刘春华嘴角抽搐，看我的眼神像在看魔鬼。小南，你怎么能动手伤人呢？
他找回思绪，声音大了些。咱们都是邻居，就算有意见好好说就是了。你怎么能砍断他的手指？这可是蓄意伤人，你是会被判刑的。我笑得无所畏惧。那你去报警啊！刘春华脸色顿时难看起来。之前你们敢威胁我，踹我的门，不就是仗着现在报不了警吗？我转了转手里的匕首。你说是我砍的，就是我砍的。我看向其他人。你们说他的手指是我砍的吗？匕首上还沾着血，闪着森寒的光，胆子小的连忙摇头。不是，我没看见。有人带头，就有人附和。刘春华的脸黑如锅底，咬了咬牙。咱们这么多人，还怕他一个人？你们想清楚了，现在不反抗，接下来他就会踩在咱们所有人头上。这话极具煽动性，一个壮汉直接出声。刘姐说的对，咱们一起上，夺了他的匕首，总不能让他一个丫头片子踩在咱们头上吧？说的对，他越是不让咱们进去，说明屋里失物越多。不动手，早晚也是饿死，还不如搏一搏。我眼中闪起兴奋的光。灵泉改造过身体后，我还从没和人交过手，今天正好试试。一群人同时朝我冲过来，我瞬间被包围，可这些人连我的衣角都碰不到。匕首在我手中穿梭，每挥动一次，就在一个人身上留下一道极深的伤口，每次抬腿就能踹飞一个人。在我准备解决刘春华的时候，3203的屋子里突然传来脚步声。那脚步声巨大，一步一步踩在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巨响。别说其他人了，连我都一脸懵逼。我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，这脚步声是谁？正当我疑惑时，一个庞大的身影从门内挤了出来。他的身形实在是太大了，没有完全打开的子母门对他来说太过窄小。刘娜娜和刘春华挡在门口，他不悦地抬起前爪，一爪子将两人拍飞了出去。两人被甩到墙上，又重重摔落，瞬间脸色苍白，口吐鲜血。这一幕吓傻了在场的所有人，之前还在苦苦支撑的几个人纷纷朝着楼梯口跑去，尖叫哭喊：有老虎，快跑啊！救命啊！有老虎！众人尖叫着逃跑，我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我嘴角上扬，这不是老虎，是我养的橘猫。我盯着橘猫看了一会儿，轻声喊了一句：仔仔。我刚喊完，仔仔就一步步朝我走来，他几乎要和天花板贴在一起了，垂下毛茸茸的脑袋在我身上蹭了蹭，尾巴轻轻摇晃。只是他还没习惯这个巨大的身体，以为是在撒娇，却把我撞得往后退了好几步。我又无奈又好笑，抬手摸了摸他的头。乖乖等我一会儿，别闹。我绕过仔仔，朝地上躺着的刘娜娜和刘春华走去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两人。看来你们真的很想去我家，那就走吧，我现在就带你们进去。两人拼命挣扎着摇头，可身后就是墙，躲无可躲。我笑得一脸温和。怕什么？刚刚那么想进去，现在我请你们进去却不愿意，是不给我面子吗？不是。刘春华不住摇头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小南，不，南小姐，我错了，求求你放了我吧，不要让老虎吃了我。吃你？我打量着刘春华。仔仔从不吃脏东西。被我说成脏东西，刘春华也不生气，反倒认同的点头。南小姐说的对，我就是脏东西，吃了会拉肚子的，不要吃我。刘娜娜也不甘示弱。对，我也是脏东西，不要吃我，我很久没洗过澡了，身上可脏了。我转了转手中的匕首，颇为苦恼地说：你们两个带着这么多人来找我麻烦，我要是轻易让你们走了，那不是告诉众人我好欺负吗？以后谁都过来踩我一脚，那不是很麻烦？我想来想去，还是觉得应该杀了你们，杀鸡儆猴。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表情十分认真，刘娜娜被吓得抖如筛糠，眼泪刷一下就掉了下来。与此同时，我闻到了一股尿骚味。刘春华双眼紧盯着我，确定我不是在开玩笑后，咬了咬牙。南小姐，你打断我们一条胳膊，我们就是您杀鸡儆猴的鸡。以后要是有人来找您的麻烦，看到我们的样子也会掂量一下的。您觉得怎么样？我故作深思，这样行吗？行。刘春华赶忙保证，要是还有人不开眼，想来找您的麻烦，我绝对挡在您的房门前面。我这才笑了。你说的这话我可记住了，要是再有这样的事情，我不收拾那些人，先一刀杀了你。刘春华大喜过望，多谢南小姐。我勾了勾唇角，现在道谢太早了，动手吧。刘春华愣了一下，没打算赖账。刘娜却惊恐的大叫：不要打断我的胳膊！我冷冷地看着他，不断胳膊，那你是想死在这儿了？刘娜娜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刘春华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，照着他的脸狠狠抽了一巴掌。你最好清醒一点，想死别拉上我。我拿着匕首站在一旁，亲眼看着他们把彼此的胳膊踩断。刘春华膀大腰圆，下脚够狠，只用了2脚就把刘娜娜的胳膊踩断了。但刘娜娜身材消瘦，没什么力气，在刘春华的胳膊上踹了好几脚都没成功。
最后两人走到楼梯间入口处，把刘春华的胳膊横在门框上，刘娜娜一脚踹过去，才听到咔吧一声，刘春华的左胳膊小臂已经呈反方向90度了。我冲着刘娜娜竖起一个大拇指，干得不错。说罢，我转过身往家走，站在门口让仔仔先进去，等他进门后，我才往里走。快要进入家门时，我偏过头，朝3204门上的猫眼看了一眼。王美娟正趴在猫眼上往外看，在我看过去的那一瞬，她猛地往后退了几步。我笑着回到家，关上门，外面的一切都被我抛到了脑后。客厅里，仔仔蹲坐在那里，头顶和天花板之间几乎没多少空隙了。橘猫的花色和东北虎相似，再加上它没开口，才被人认成了老虎。我走到仔仔面前，仰头看着他。仔仔，你有哪里不舒服吗？仔仔歪了歪头，弯下身子趴在地上，用头蹭了蹭我。我伸手抱住仔仔的头，揉搓了好一会儿。大猫撸起来就是更舒服。我把它全身上下检查了一遍，一边检查一边问它的感受。仔仔进化了，目前看来没什么副作用。前世的这个时候，4只猫还都在昏睡，这一世这么早就进化成功，应该是因为灵泉水，仔仔能完成进化，身体素质提升，也能更好的适应末世。就算有一天我出了什么事，他也能好好活下去。只是看着他这巨大的体型，我多少有点发愁。这套房子套内70平，要是其他3只猫醒了也变得这么大，怕是不够住了。我试探着问仔仔，你还能变回以前的样子吗？仔仔眯了眯眼，身子开始缩小，不一会儿就变回了进化之前的身形，仰头冲我喵喵叫。我笑着把它抱在怀里，大猫撸着爽，但小一些的才能抱在怀里啊。我抱着仔仔来到床边，另外3只猫还睡得香甜。趁着现在没事干，我打开了监控，看到了隔壁3201，刘娜娜的胳膊断了，只能用布条随便绑一绑。她恨得咬牙切齿，恨不得冲进来把我碎尸万段。可想想我的厉害，还有那头一爪子就把她拍飞的老虎，恐惧又涌了上来。没办法找我报仇，刘娜娜转头就盯上了许平。许平，你个窝囊废，看我被男刺欺负，你竟然连个屁都不放。许平脸色也不好看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他那么厉害，又拿着刀，那么多人一起上都打不过他一个，我真要上去和送死有什么区别？要是我也受伤了，现在还能照顾你吗？刘娜娜更生气了。要是你冲在前面，我还会受伤吗？许平的脸黑了下来。是你自己要去招惹南慈的，现在断了一条胳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说什么？刘娜娜目眦欲裂。你竟然这么说！出门之前是谁说咱们的方便面不多了？说南慈有吃的，最好能从他手里弄一些的。这话是我说的，可我也没说让你去，你自己冒出了头，被他记恨上了，现在反过来怪我了，真是不可理喻。我睡觉去了。许平说完走进主卧，把门反锁了。刘娜娜气得在客厅里尖叫，死死盯着卧室的门。暴雨第10天，积水淹没了14楼，低层的住户搬到了32楼和33楼的走廊里。原本就不宽敞的走廊堆满行李，更加拥挤不堪。但我门口这1平方米干干净净，没人敢靠近，鸡杀了，喉也紧了。结果我很满意。这些人虽然不敢来找我麻烦，但住在走廊里根本安静不了。孩子的哭闹，大人的训斥，哪怕我家隔音很好，还是能听到动静。更烦人的是敲门声，3202就像真的没人一样，不管外面怎么敲门怎么骂，里面都没有丝毫反应。而住在3201的刘娜娜，胳膊断了之后，脾气越发暴躁，被敲了2天门后，直接开了门。敲敲敲，敲你妈呢！话没说完，一个膀大腰圆的女人一巴掌扇在她脸上，刘娜娜直接摔倒在地，断臂压在身下，疼得发出凄厉惨叫。女人居高临下的看着她，你骂我敲门敲半天了，你磨磨唧唧不开门干啥呢？刘娜娜五官扭曲，你这个贱！女人一脚踹在她身上，刘娜娜疼得失了声。许平气势汹汹往门口走，可女人身后多了一个壮硕的花臂男人。和男人相比，许平瘦弱的像只鸡崽子。男人眼睛一瞪，许平瞬间偃旗息鼓。女人嗤笑一声，冲角落里的几人招手，带着咱们的东西过来，住屋里去。许平面色大变，你们不能住进来，这是我家。都是邻居，遇了难总不能袖手旁观吧？你们两个年轻力壮的，住哪儿不是住？我家有老人有孩子，受不得吵。你们好歹受过高等教育，不会不懂什么叫尊老爱幼吧？女人说着，身后的男人双拳紧握，虎视眈眈地盯着许平。2个壮硕的大爷大妈带着2个胖孩子，提着大包小包，绕过女人就往里走。许平想拦，被大爷直接推得往后踉跄。一家6口就这么住了进去，顺手关上了房门。还留在走廊里的3家人满眼羡慕地看着这一幕，但他们不敢招惹刚进去那家人。那一家人个个膀大腰圆，暴雨之前就不好惹，有人去找他们要吃的，被揍了一顿，简直和悍匪一样。
三家人互相看了看，最后一起转头看向了3204、3201和3203都不能招惹，3202地方小，3204就不同了，三室两厅。王美娟又喜欢买打折商品，家里吃的用的肯定不少。我看着监控里这些人看向3204那如狼似虎的眼神，嘴角微微勾了勾。刘娜娜和许平已经在被教育了，王美娟估计也等不了太久了，只要不惹到我头上，这些都和我没关系。我放下手机，走到窗边往外看。大雨之前站在32楼往外看，能看到霓虹灯闪烁，整个 X 市像个不夜城。但现在放眼望去，只有压得极低的云层、瓢泼的大雨以及波涛汹涌的水面。这2天水面上已经能看到浮尸了。暴雨第15天，我一起来就去了窗边，雨果然小了很多。楼里的幸存者都在欢呼。我知道今天中午12点到下午5点不会下雨，官方会趁这个机会来救援，统计人数，发放救济粮。上一世这个时候，所有人都以为灾难要过去了，可5点一过，雨下的比之前更大，绝望笼罩在每一个人心头。体育馆里的人逐渐疯狂，争抢物资，打斗杀人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依旧戾气横生。但今天雨停的机会难得，我打算出去一趟，正计划着，突然听到喵喵叫，不是仔仔。我回头一看，汤圆、白白和甜甜都醒了。我快步走过去，摸了摸他们，尝试着问：你们能变大吗？刚问完，4只猫就全都变大了，客厅瞬间被挤爆，我被4个毛茸茸、暖烘烘的身躯围在中间，挤是挤了点，但异常暖和。极寒来临后，靠在巨大的猫身上取暖，那画面太美了。知道你们都很厉害，赶紧变回去吧。4只猫缩小回正常大小，冲我喵喵叫。我看了眼空空的食盆，起身给它们添猫粮，又拿了大碗排开，放满猫饭。自从仔仔醒了，饭量翻了好多倍。我原本准备了100年的猫粮，现在根本不够看。这几天我都在做猫饭，用空间里的各种肉类加工，囤在不锈钢大桶里。吃饱喝足后，3只刚醒的猫恨不得长在我身上，我乐在其中。转眼到了中午，雨停了。我点开监控，楼道里空无一人，那些人已经住进了3204三室两厅，住着王美娟一家3口，一对年轻夫妻，再加上3户人。我十分好奇，他们是怎么住下这么多人的？暴雨第15天，雨终于小了，我换好防水防寒的衣服，从空间里拿出皮划艇，准备出门。4只猫眼巴巴地看着我，明显想跟着一起。我想了想，蹲下身跟他们商量：我先把你们收进空间，等离开这里找到合适的地方，再放你们出来，好不好？4只猫听懂了我的话，人性化的点了点头。我叮嘱道：进了空间不要变大，不然吓到那些小动物，咱们就没源源不断的肉吃了。他们乖巧的点头，我把他们收进了空间。出门前，我先用监控看了眼外面，走廊里空无一人，只有满地垃圾。我开门出去，刚走到门外，隔壁3202的门也开了，竟然是个道士，40岁左右，瘦高个，穿着灰蓝色棉麻道袍，长发用乌木簪子簪在头顶。不知道是真道士还是角色扮演，但和我关系不大。我收回视线，拖着橡皮艇楼梯口走。停电10几天了，电梯早成了摆设，积水已经淹到15楼。我得从32楼走到16楼，再从窗户跳出去。15层楼梯，拖着将近100公斤的橡皮艇，我扛着它下楼，每一步都轻轻松松，连脚步声都轻不可闻。这段时间的锻炼没白费，刚往下走了1层，就看到30楼楼梯口坐着一对年轻男女。应该是昨天从15楼搬上来的。经过他们身边时，我把皮筏艇举高了些，没踢到他们的东西。刚走到拐角，身后响起一个女声：你好，你拿着皮划艇下去，是要出去求救吗？外面的雨虽然小了一些，但还在下，水也太深了，并不算安全。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出去了。现在雨已经小了，相信官方肯定会派人来的，到时候我们就能得救了。明明素不相识，这女生却说了这样一番话。不管她出于什么心理，我还是接受了她的好意，认真道了谢。谢谢你的提醒，不过我还是要出去看看。道完谢，我头也不回的继续往下走。在即将看不到那对情侣的时候，我停了一瞬，抬起头看向他们。你们觉得有多少地方没被淹？有多少粮食没被淹？有救援的话，有多大程度会被接走？之后每天又会发放多少救济粮？说完，我也不管他们什么反应，加快脚步继续下楼。我顺利来到16楼，楼道里没住人，但满地垃圾和排泄物，味道一言难尽。我皱眉看了一眼，转身回了楼梯间。楼梯间的窗户比较小，还不能完全打开。正想着要不要直接砸墙，就听到由上而下的脚步声。我抬头看去，3202那个道士也扛着皮划艇下来了，两人四目相对，他突然笑了。真巧啊！我懒得接话，他探头朝走廊看了一眼，皱着眉收回身子。这也太埋汰了，还有没有公德心了？我差点没忍住笑出声，都末世了，谁还讲究公德心？道士碎碎念了一会儿，终于安静下来，转头看向楼梯间的窗户。道士继续说道：从这边出去吧，我家有锤子，把墙和窗户砸开就能出去。你帮我看着皮划艇，我回去拿锤子，怎么样？我挑了挑眉。可以。他
他转身就往楼上走，我靠在墙边等着，没等来道士，道士先等到了那一对情侣，两人手里抬着一个红彤彤的塑料大盆，我看得眼角一抽。该不会是想坐着这个出去吧？两人也看着我，安静了片刻，女生先开口：“你好，我叫穆浅浅，这是我男朋友周子阳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南慈。穆浅浅一声惊呼：“你就是那个南慈？”我挑眉：“哪个？”他语塞，我嘴角勾了勾：“我是住在32楼的南慈。”穆浅浅捂住嘴巴，眼睛瞪得老大：“果然是你！”我以为他是被我的凶名吓到了，正想着，就听他惊呼道：“我可崇拜你了，这下总算见到真人了。”就还挺离谱的，我以为会吓哭小女生，结果秒变追星现场。穆浅浅已经欢快地跑了过来，眼睛亮晶晶地盯着我。刘春华那个人仗着自己在物业工作，对谁都是颐指气使的，明明要占别人便宜，却非要做出为别人好的模样，实在是太讨厌了。自从上次被你教训之后，就再也不敢作妖了。南慈，你真的是太厉害了。他越说越兴奋。其实我也很想教训他，可我没那个本事。知道你把他狠狠教训一顿的时候，就很想去找你的。不过子阳拦着，不让我去，我还以为没机会见到你，没想到这就见到了。周子阳走上前拉了拉穆浅浅，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我。不好意思，我女朋友性子外向，话比较多，打扰到你了。没事。楼梯那边响起了脚步声，道士走下来，手里拎着一把通体乌黑的铁锤，分量十足。他把锤子往地上一放，地面都抖了抖。你们往楼梯那边去，别不小心砸到你们了。我直接走上楼梯，周子阳也拉着穆浅浅跟了上来。道士双手握住手柄，将铁锤高高举起，狠狠砸在墙上，整栋楼都跟着晃了晃，墙面直接砸出一个洞。道士一锤接一锤的砸，穆浅浅倒抽冷气的声音清晰可闻。那么重的锤子，我估计都拿不起来，他竟然砸了这么多下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浅浅，你少说两句。周子阳低声叮嘱。眼看着道士砸了将近100下，我出声：“你休息一会儿，我来吧。”道士停下动作，盯着我看了片刻，点了点头。行，那你来吧。我接过铁锤，朝着窗户走去。这铁锤确实沉，但我的身体经过灵泉水改造，挥舞起来并不吃力。没用多长时间，我就把窗户从墙上砸了下去，窗框掉进水里，扑通一声，我把边角都砸掉，一个敞亮的出口露了出来。风把细细的雨丝吹了进来，扑在脸上，带着寒意。水面在15楼的一半处，距离我们还有差不多1.5米。我拿起皮划艇扔了下去，紧接着人也跳了下去。跳下去的那一瞬，我清楚听到了穆浅浅的惊呼声。站稳后，我抬起头，就见穆浅浅正探头往下看，满脸害怕和担忧。我朝他挥了挥手，表示自己没事。不等他再说什么，我就划着皮划艇离开了。风雨仍在，我顺流而下，能省力很多。还没划出去多远，身后传来巨大的声音。我转头看去，2个皮划艇被扔在了水面上。我一直盯着那边看，就见道士利索地跳到了一个皮划艇上。过了一会儿，穆浅浅和周子阳也跳到了另一个皮划艇上面。我挑眉，他们之前拿的不是红色大盆吗？这个皮划艇哪来的？很快我就想明白了，应该是道士的。这人还挺乐于助人，我没再多想，收回视线，继续划船。我力气大，又是顺风顺水，皮划艇速度很快，10多分钟后已经看不到他们了。我一路往偏僻的地方划，周围很快就没了建筑，放眼望去全是水。这里应该是批发市场附近，建筑全被淹没，一丁点都看不到了。确定没人能看到我后，我直接取出一艘冲锋舟，利落地翻了上去，顺手把皮划艇收回空间。冲锋舟烧油，马力足，速度快，还有遮阳棚。我把4只猫从空间里带出来，它们一脸兴奋，跳上座椅往外看。你们小心点，千万别掉下去。我刚说完，4只猫像下饺子似的，一只接一只跳进了水里。我的心猛地一紧，正要跳下去救，就见它们从水里冒出了头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大了身体，在水里游得欢快。我看着看着，缓缓露出笑容。算了，自己养的猫不宠着还能怎么办？但更让我惊讶的是，它们以前不会游泳，应该是进化之后得到的能力。我盯着它们看了一会儿，见它们玩得如鱼得水，也放下心来，拿出潜水设备穿上，直接跳进水里。潜水是我考过证书的爱好，这种深度不算什么。4只猫见我往下潜，也凑了过来，它们速度比我还快，没有丝毫不适，应该是进化衍生出的能力。我很容易就潜了下去，视线也不受阻。看清楚后，我惊讶地发现，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刚好是宠物用品区。我立即朝一个门店游去，这里我常来，非常熟悉。大雨是下午开始下的，当晚闭店后，第2天就被淹了，所有门店都门窗紧闭。我拿出爆破玻璃的工具，在玻璃一角用力按压，玻璃无声碎裂。有水的阻力在，玻璃即便碎裂了，也不会崩得四处都是，只是慢慢沉底。我等所有碎玻璃都沉下去，正要往里游，转头一看，
仔仔已经带头往窗户里游去，其他几只猫也跟着，最后面的甜甜甚至还冲我挥了挥爪子，让我快点儿。我无声地笑了笑，加快速度游了进去。里面早就积满了水，货架还稳稳当当立着。我把猫粮、猫罐头这些密封的东西连同货架一起收进空间，堆在小溪两侧的空地上。正要往仓库去，仔仔叼着一个塑料圆筒游了过来，里面装的是逗猫玩具。我看着他那十分想要的样子，收进空间，摸了摸他的头。我帮你收起来，等回去拿给你。仔仔眯了眯眼，高兴地游走了。其他几只猫也学着他的样子，叼来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我统统收下。我把整个宠物用品2条街都收了，累得够呛。浮上水面，爬到冲锋舟上，摘掉氧气面罩，大口喘气。已经下午1点了，我在下面待了3个小时，4只猫也玩够了，一个个跟着上了船，恢复成正常大小，甩着身上的水。我拿干毛巾把它们依次擦干。刚擦完，就听到发动机的轰鸣声，几艘冲锋舟正飞速朝这边来。我不确定来的是什么人，迅速把4只猫收进空间，警惕地看着越来越近的船。3艘冲锋舟到了近前，每艘3个人，全是男人，穿皮衣、皮裤，戴墨镜，表情肆意张狂。哟，竟然有一艘冲锋舟在这儿了！成哥，你看，有人比我们来的还早，就1个人，还是个小妞。这冲锋舟比咱们的还大，还有棚子。这要是咱们的该多好！成哥，你说是不是？几个人大声说着话，被称作成哥的男人一直没开口。我神色平静地看着他们。成哥和我对视片刻，突然爽朗地笑起来：“你们几个狗东西，咱们自己有冲锋舟，还眼气别人的干啥？怎么？看她是个漂亮小姑娘，就想抛弃我去跟她？”其他几人听到成哥这话，也都跟着笑了起来。成哥，这说的是哪儿的话？我们是那种人吗？成哥笑得更欢快了。你们就算想当那种人，人家也不一定能看得上你们。行了，都别说废话了，别忘了咱们是来干什么的。成哥说着，冲我扬声道：“美女，看你装备挺齐全的，要不要和我们合作，还能多捞一些物资出来？”不用。被我拒绝，成哥脸上的笑容也没变。行，美女能一个人来这儿，还有这么齐全的装备，比我们哥几个厉害，也的确不用跟我们合作。兄弟们，咱们走。3艘冲锋舟直接冲了出去，在距离我1000多米的地方慢了下来。我只看了一眼就调转方向离开了。他们不动手，不是怕我，也不是心善，只是以为灾难很快就会过去，秩序很快就会恢复。等大雨继续下，且不再停歇，道德才会沦丧，人性才会泯灭。我找了个没建筑的地方，换回衣服，把冲锋舟收起来，拿出皮划艇。已经快2点了。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我拿出一份红烧肉盖浇饭，1大盒饺子，又开了一瓶大窑，30多个饺子加1大份盖饭，全吃光了。吃饱后，我拿出3大袋子零食泡面，用大号塑料袋装好，出来一趟，一点东西不带回去，才惹人怀疑。至于别人羡慕嫉妒，那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。我划着皮划艇往回走，不到3点就到了明城家院附近。时间还早，我调转方向，朝一栋60多层的大厦划去。围着大厦绕了半圈，看到一个落地窗被人暴力砸碎，露出黑黝黝的入口。这手法怎么那么像那个道士？正想着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：“南慈，真的是你！来来来，快进来啊！”是穆浅浅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滑了过去。入口只比水面高30-40公分，我一抬腿就进去了。穆浅浅蹲下拉住皮划艇，我站稳后也转身把他拉了进来。穆浅浅满眼崇拜地看着我：“南慈，你真的是太厉害了！”我笑了笑，看见旁边还有2个皮划艇，问道：“你们都在这儿？”穆浅浅用力点头：“对啊对啊，我们和道长都在，这玻璃还是道长砸破的呢。”南慈心中早就有了猜测，现在也只是得到了证实。穆浅浅还在说话：“这栋大厦好像没什么人，道长和子阳都上楼去了。我刚打算把橡皮艇往里面藏一藏也上去，然后就看到你了。”人家笑脸相迎，我也没再冷着脸。那赶紧把橡皮艇往里面放一放，上去看看吧。我看天色又阴沉了下来，风也比之前大了，说不定还会下雨，还是早点回去比较好。还会下雨吗？穆浅浅满眼担忧地看向外面，我没再多说，这种事情要自己调整心态。我力气大，不一会儿就把3个橡皮艇都拉进了里面，从外面基本看不见。南慈，对不起啊，刚刚我走神了，麻烦你了。我无所谓地点点头。我先上楼去了。我也去。我没拦他，但在楼梯上一路狂奔，往上爬了30层后停了下来，时间不允许了。我从楼梯间走出去，墙上写着某某律所，律所里都是书和文件，这些东西我不需要，但茶水间应该挺大。我走了进去，门锁着，我从消防箱里拿出消防锤，几下就把玻璃门敲碎了。茶水间里，咖啡机、直饮机、微波炉一应俱全，我全都收进空间，茶叶、花茶。
速溶咖啡、咖啡豆，一个不落清洁间里成提的卫生纸、洗洁精、洗手液、消毒液，柜子里塞得满满当当，我也全收了。独立办公室里，我找到了几箱矿泉水、气泡水，还有几瓶红酒。收完这一层，我往下走，下一层是健身器材公司，别的可以不要，但哑铃杠铃可以当武器。以我现在的力气，随便扔个哑铃就能把人撞飞。收了所有哑铃杠铃后，我在仓库里又有了意外收获。几箱瑜伽服，还有几十箱能量棒、蛋白粉、增肌粉，这可都是好东西。继续往下，我进了 IT 公司，茶水间和清洁间收获满满，零食、泡面、可乐、芬达、矿泉水堆满了半个房间。这公司员工肯定经常加班。我含泪收完所有东西，忙活了半个小时，总不能双手空空。我从楼上找了2个大帆布包，塞满泡面、零食、矿泉水和可乐，一手拎一个，继续下楼。我一路小跑来到下面一层，当看清楚是直播公司的时候，眼睛都开始放光了。直播带货的公司里会有很多样品，涵盖衣食住行各个方面。我把帆布包往地上一放，抡起大锤砸开玻璃门。直播房里货架上摆满了各种物品，琳琅满目，比超市种类还齐全。我毫不客气地把所有东西连带着货架一起收进空间地下室。更让我惊喜的是，这里竟然还有猫砂、猫粮和猫罐头。说完一整层，我满足地舒了一口气，这一趟没白来。看了一眼腕表，4点整。大雨5点就会继续下，得赶紧回去。我拎着2个帆布包往下跑，又顺手扫荡了一层互联网公司，收获一堆零食、泡面和快乐水。一口气跑到16楼，刚出楼梯口就听到穆浅浅惊喜的声音：“南慈，你下来了，我们正打算上去找你呢。”道士和周子阳也站在他身边。找我干嘛？穆浅浅担忧地看了一眼外面，道长说看着天色又要下雨了，雨应该还不小，咱们还是早点回去的好。我心中一动，不动声色地看了老道士一眼，还真有点本事。那刚好，我也准备回去，这就走吧。穆浅浅看着我手里的2个帆布包，南慈，你找到的东西好像不是很多，我们找到了很多，正发愁没法带回去呢。干脆放你皮划艇上一些吧，你带回去也能多吃一段时间。我看向周子阳和老道士，周子阳灿然一笑，我和浅浅的意思一样。老道士也没意见，放在这里也是浪费。我也弯了弯嘴角，那就放我皮划艇上吧，我留一半当运送费，剩下的还给你们。穆浅浅有些不好意思，被我直接打断，这些回去再说，现在赶紧回去最重要。我们把皮划艇推下水，装满了能带的东西，还有一部分米面油，实在装不下。我认识路，一马当先滑在最前面，拼了命的滑。紧赶慢赶半个多小时，总算看到了明城家苑。此时距离5点只剩10多分钟，风越来越大，空气中满是潮湿的味道。我加快速度，几分钟就到了11号楼边。之前砸出来的入口处人满为患，刘春华和刘娜娜都在前面站着。才几天没见，2人就瘦脱了相，脸色蜡黄，和难民似的。可看向我的眼神却带着得意和疯狂。刘娜娜下巴高抬，南慈，我还以为你害怕跑路了，没想到你竟然还敢回来。我有些想笑，我为什么不敢回来？刘娜娜恶狠狠地瞪着我。今天已经有救援的人来过了，还送来了救援物资。你做的事我们全都跟他们说了，他们说明天就来找你。你别以为你拳脚功夫厉害点就能无法无天了。我没觉得自己能无法无天，但是对付你们足够了。刘娜娜脸都气红了，眼珠子一转，看你这皮划艇上带了不少的东西，你给我们分一分，我们就让你上来，不然你就另外找地方去住吧。南慈盯着嚣张猖狂的刘娜娜，淡淡问了一个问题：这是你一个人的想法，还是你们所有人的打算？刘娜娜眼中闪过一抹惊慌，但转瞬即逝。这当然是我们大家的想法。南慈，像你这样无法无天、暴力血腥的人，就不应该生活在我们这栋楼。我们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把你带回来的食物分给大家，再好好给我们道歉认错，让没地方住的人住到你房子里去，大家还能原谅你。大家说是不是？刘娜娜独臂一挥，但衣服脏污，胳膊断了一个，一点气势都没有。我看着这样的刘娜娜，直接笑了出来。刘娜娜顿时泄了气。你笑什么？我缓缓摇头。我知道你说这些很认真的。刘娜娜松了一口气。你明白就好，赶紧把东西交出来吧。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会把东西给你呢？凭你长得丑，想得美。你……刘娜娜面色涨红，用完好那只手指着我，指尖颤抖。我的视线在她的指尖转了一圈，似笑非笑。你这么用手指着我，是这只手也不想要了。说话间，我拿着船桨就朝刘娜娜的手打去。船桨很重，我用了最大的力气。刘娜娜眼神惊恐，口中发出尖叫，人却傻了一样，一动不动。
船桨狠狠地拍在了他的手上，刘娜娜身子往前栽倒。就在她即将一头栽进水里的时候，有人拽了她一把。她踉跄几步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满眼恐惧。拉住她的是个高瘦男人，他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后面不远处的另外2个皮筏艇。这些东西你们是从哪儿找到的？外面现在是什么样？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样，外面就是什么样。东西是在一栋大厦里找到的。男人眼神闪了闪。那外面有救援的船队吗？你有打听到什么别的消息吗？没有。距离5点没几分钟了，我不想再废话，视线在众人脸上一一扫过。现在还有谁想拦着，不让我上去？没人敢吭声，都让开，退到楼梯上去。没人动，我不在意，将手中船桨在皮筏艇上一点，身子像离弦的箭一样弹射升空，下一秒就落在了平台上。落地时，双脚和地面碰触，没发出什么声音。一群人惊骇地往后退，我侧身站着，背部紧贴墙壁，斜对着楼梯口，能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。你们快点过来，赶紧把东西搬上来！我对着穆浅浅3人喊道。他们很快滑到边上，我把船桨伸出去，让穆浅浅双手拉着。周子阳在后面一推，我稍稍一用力，就把穆浅浅拉了上来。穆浅浅一脸不可思议：“哇，南慈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还有刚刚你跳上来那一下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”没什么厉害的，只是核心力量比较强。周子阳和老道士都没上来，把皮筏艇上的东西往上递。穆浅浅双手去接，我单手接，身子一直侧着，警惕着楼梯上那些人。有几个人蠢蠢欲动，我冷眼横过去，他们瞬间就被定在了原地。老道士刚把皮筏艇上的最后一件东西递给我，瓢泼大雨就倾盆而下。老道士和周子阳还在皮筏艇上，瞬间被浇成落汤鸡。2人反应过来，急忙往平台上爬，把皮筏艇也拉了上来。我依旧站着。看了2眼雨幕就收回视线，但楼梯上那些人脸色全变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有人不确定的开口：“我怎么觉得这雨下的比之前还要大？它还会停吗？还会有救援的人来送食物吗？”没人回答他。早知道这样，刚刚就该跟着那些住楼道里的人一起走。要是官方的人不再来，只凭那点救济粮够干什么？不，我还没活够！有人大喊一声，朝我们这边冲过来，伸手就要抢物资。我没有任何犹豫，一脚把他踹了出去。被踹出去后，他清醒了一些，仰头看我：“你不给我物资也行，把你的皮筏艇借给我，我要去找官方的人。”你想死自己去，不要浪费我的皮筏艇。这时，又有人从人群中挤出来，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：“南小姐，求求你给我一些吃的吧，我可以不吃，可我还有小孙女啊，她真的不能再饿着了。”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，模样凄惨，可眼底却闪着算计的光。我只淡淡看了一眼，不给。老太太震惊又不可置信：“为什么你有这么多？我家小囡囡又吃不了多少，她才5岁，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”我饶有兴致地看着她，这就开始道德绑架了。那要让你失望了，我没有道德，你绑架不了我。你的小囡囡又不是我生的，也不是我的责任，我怎么就见死不救了？说罢，我不再看他，冲老道士3人道：“把东西收拾一下，弄上楼吧。”老道士看向那群人：“还有一个皮划艇，留给你们。等雨小了，你们可以自己出去找食物。被淹的地方不少，但也有一些建筑露在水面上。与其只想着冲别人身手，不如自食其力。”说完，对我说：“咱们直接抬着上去吧。”我没意见，但这么多人站在一旁，我不放心。你们现在就上去，各回各家。这个皮划艇就给你们留在这儿，谁要是想趁我们抬皮划艇的时候下黑手，我就剁了他的手。听明白了吗？虽然有人不忿，却也不敢呛声，一步步朝楼上走去。等脚步声远了，我们4个人2两一组，抬着皮划艇往上走，一路畅通无阻的来到32楼。我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出来，又把穆浅浅3人给我的运送费也拿了。我拿走了。穆浅浅在皮划艇上翻了翻，翻出2个箱子，抱着就要递给我。南慈，这是一个户外瓦斯炉和1箱子瓦斯，你拿着吧，这样就能做饭了。穆浅浅能把这些东西递过来，真的出乎我的预料，但我缓缓摇了摇头。你们自己留着用吧，这些我都有。穆浅浅仍旧坚持，我有些无奈的认真开口：“我没跟你们客气，我真的有。”他这才收回手。你有就好。对了，我们已经和道长商量好了，会搬上来和他一起住，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，有什么事情可以互相照应一下。这倒有些出乎我的预料，但仔细想想又在情理之中。我点了点头，那挺好的。穆浅浅双眼放光，你也觉得我们做邻居很好是不是？咱们今天一起弄回来了这么多的物资，要不干脆一起吃顿饭吧。周子阳走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浅浅，今天出去了那么久，大家都累了，
咱们还要去把行李搬上来，一起吃饭的事情还是以后再说吧。穆浅浅虽然失望，但还是答应下来。老道士打开房门，3个人开始一起往里面搬东西。我也打开自家的门，一趟一趟往里运。东西不多，很快就搬完了。等他们搬完东西，准备下楼去搬行李，我和他们道了别回家，关上房门的那一瞬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我闪身进了空间，好好泡了个澡，又把4只猫喊过来，给他们也洗了洗。外面的积水不干净，不给他们洗干净，别想上我的床。洗完简单一擦，他们自己抖抖水珠，找地方晒太阳去了。忙活完已经快8点了，我在空间里吃了晚饭，1份麻辣香锅、米饭、小饼，1盘烧烤，再加1罐冰镇可乐。吃完饭9点，我带着4只猫出了空间，躺在床上，我只有一个想法。睡醒之后要把被褥拿到空间里晒一晒，天天下雨，被褥都潮湿了。一觉睡醒，外面仍旧大雨瓢泼，天色暗得不像是清晨，更像是临近傍晚。对此我早就习以为常，抱着被褥进了空间，晒上被子，洗漱吃早饭。之后我开始整理小河边堆放的那些东西，密封完好的收进地下室。进水的变质的分出来，猫窝猫玩具洗洗晾晒还能用。批发市场2条长街的东西，哪怕我靠心念控制，不用费力气，也用了2天才收拾好，2/3完好，比预计的好多了。收拾完这些，我开始规划空间里的土地，10多亩地，2亩种了果树，已经挂果，2亩撒了畜牧草，养了鸡鸭、鹅兔和猪牛羊。剩下的6、7亩地，我翻了翻，种了2亩玉米、2亩地瓜、1亩土豆，还有1亩种了各种蔬菜。浇水的时候，我在桶里滴了1滴灵泉水，我很想看看用灵泉水浇灌出来的作物会有什么不一样。楼里很安静，没人闹事，也没人来32楼。但我知道这种情况持续不了几天，官方送的救济粮有限，省着吃也撑不了1周。事实和我预料的一模一样，没2天，3202的房门就被敲响了。我打开手机监控，走廊里站满了人，和上次来的都是壮年不同。这次全是老弱妇孺，之前对我下跪的老太太也在，牵着一个5岁左右的小姑娘。道长，我知道你是好心的，不会像有些人一样见死不救，求求你救救我们吧。老太太一开口就内喊我，我倒也没生气，调整了个舒服的坐姿继续看。见没动静，老太太扯了扯手中的小姑娘，楠楠，快求求里面的道长，还有里面的哥哥姐姐，他们都是好人，肯定不会忍心看楠楠挨饿的。其他人也纷纷催促身边的孩子哭闹求情，一群孩子一起哭闹，吵得我直皱眉。还好我家隔音好，哭了好几分钟。3202的房门依旧紧闭，我很满意，他们3个有善心也有脑子。今天要是敢开门，这些老弱妇孺就会像吸血虫一样缠上他们。眼见没了希望，这些人不再哭泣，反倒破口大骂起来。老太太骂得最大声，就会装模作样，留给我们一个皮筏艇有什么用？这么大的雨，我们又出不去，明明有那么多的吃的，却要看着我们这些老的小的挨饿，你是怎么吃得下去的？吃吧吃吧，吃了就烂心烂肺，不得好死！我挑了挑眉，骂得这么大声，中气十足的，可一点也不像挨饿的样子啊。3202客厅里，穆浅浅听着外面越来越难听的辱骂，气得脸都红了。这些人也太过分了，道长，你留给他们一个皮筏艇，他们不知道感恩也就算了，现在竟然还来这么骂人，早知道会这样，就不该把皮筏艇留给他们。周子阳在一旁轻轻拍他的后背，给他顺气，脸色也不好看。倒是斜躺在沙发上的老道士一脸惬意，悠然自得。默契默契，他们想骂就让他们骂去，一个个的还是吃得太饱了，不然哪有力气在这里叫骂？再饿2天就不会再来了。话是这么说，可穆浅浅有些犹豫，他们一直在外面，见叫骂没用，会不会破门？不等老道士回答，穆浅浅就冲到门口，趴在门上查看，压低了声音问：“道长，这门够结实吗？”结实。老道士声音懒洋洋的，非常结实。穆浅浅趴在猫眼上往外看，才看了2秒，就吓得往后退了几步。周子阳连忙走过来：“浅浅，怎么了？”有人正趴在猫眼上往里看，眼珠子老大，吓我一跳。周子阳皱起眉头，找了张膏药贴在猫眼上。穆浅浅重新走到沙发边坐下，有些担忧的看向窗外：“道长，你说这雨还要下多久？”老道士躺着动都没动。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随他去吧。穆浅浅羡慕又感慨地看着他：“道长，你为什么能这么淡定？你就不担心吗？”老道士终于舍得转动脑袋看向他：“担心啥？担心雨就能不下了？外面都成一片汪洋了，也不知道能活到哪一天，还担心那么多干啥？吃好喝好睡好，能活多久算多久吧。”穆浅浅张了张嘴，什么都没能说出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低低说了一句：“也不知道南慈在家做什么。要是他能过来，咱们4个还能一起打麻将。”我可不想和他打麻将，时间紧迫，我要为下一次的出行准备。3天之后，雨势突然变小了，积水已经淹没了17楼。
眼见着外面的雨从瓢泼大雨变成了蒙蒙细雨，我换好衣服鞋子，背上防水的登山包，扛着皮划艇就出了门。刚出去就接连听到房门打开的声音，最先出来的是3202的穆浅浅三人，都打扮得很利索。穆浅浅满脸惊喜：南慈，你也要出去吗？这次咱们还一起吧。我还没吭声，3201和3204的门也彻底打开，呼啦啦走出来了不少人。我叫李闯。李闯说着看向我几人，我颔首：南慈。李闯哈哈一笑，笑声震耳。我知道你是南慈，这栋楼里估计没有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的人。穆浅浅也自我介绍了一下，几人准备出发。王美娟急了，小跑几步拦住李闯：李老板，你有那么多船，自己肯定也开不完，分给我们一艘好不好？李闯上下打量他：我是城堡码头做生意的，可不是做慈善的，你能给我什么？我凭什么给你一条船？王美娟惊慌失措，突然双眸一亮：金子，我有金子，我拿金子给你换。李闯没直接拒绝：那你先准备好吧，等我回来，要是价格合适，我就带你去开船。王美娟瞪圆了眼睛：还要等下次啊？不然呢？李闯不耐烦地反问：我自己都还要去蹭别人的皮筏艇，怎么带上你？王美娟哑口无言。我们从18楼砸开墙出去，我把皮筏艇抛到水面上，轻轻一跳就稳稳站住。李闯深吸几口气，小心翼翼地跳下来。皮筏艇摇晃了好一会儿才稳当。我来划船吧。李闯说不用自己划船，我当然不会拒绝。李闯力气大，划得又快又稳，用了差不多2个小时，我们到了东郊，这里全是仓库，早就被淹得什么都看不见了。穆浅浅环视一周，这里都被淹了，船也沉底了，咱们又没有机器，怎么打捞出来？李闯哈哈大笑：我既然敢领你们来，当然有办法。我这10艘船可不是市面上一般的船，那是可以当潜艇用的。我准备开发湖底观光项目用的，没想到项目没开发成，现在倒是能用到了。我有些惊叹地看向李闯，这大概就是运气好的人吧。李闯爽朗一笑：行了，咱们这就下去吧。你们都会游泳吧？会，但是我下不去那么深的地方。穆浅浅有些不好意思：我和他们一起下去，你们2个在这看着皮划艇。老道士说：道长，要不我去吧。周子阳犹豫：我去。老道士说着扑通一声跳进水里，我也没有不废话，在李闯跳下去之后也跟着跳了下去。李闯的目标很明确，在靠近仓库后摸出钥匙打开了锁，3个人费了9牛2虎之力才将门推开，看到里面10艘潜艇，我才总算放下心来。李闯没有反悔，甚至找出钥匙先帮我打开了潜艇，指了启动键和怎么操作排水。等他离开，我关闭舱门，一键启动加排水，操控潜艇上浮。刚升到水面，我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。穆浅浅和周子阳正被几艘木船围在中间，船上各站着2、3个男人，用船桨捣弄他们的皮划艇。皮筏艇摇摇晃晃，随时要翻。周子阳扶着穆浅浅，眼神阴鸃；穆浅浅脸色苍白，满脸惊慌。我冷笑一声，直接开着潜艇撞了过去，角度选得很好，完美避开穆浅浅和周子阳，狠狠撞上2艘船。船上几个人没站稳，直接掉进水里。我迅速调转方向，朝另外2条船撞去。船上的人拼命划桨想逃，10几秒就被我追上，见逃不掉。几个男人扑通跪在船舱里求饶。这时，老道士和李闯的潜艇也浮出水面，他们直接打开了舱顶，我也打开了舱顶。我们错了，饶了我们吧，我们真的再也不敢了。李闯看到这一幕，脸上的笑容少了不少。这是怎么了？穆浅浅连忙解释：我和子阳就在这里等着，他们突然划船过来，先要抢我们的物资，见什么都没有，就用船桨戳我们的皮筏艇。要不是南慈出来的及时，现在掉到水里的就是我们了。李闯脸上的横肉都抖了抖。几个不长眼的狗东西，闹事闹到我带来的人身上了。他直接操控潜艇朝那2艘船撞去，木船被撞得左摇右晃，里面的男人死死抓住船沿，口中不住求饶。老道士悠然自得地看着，几分钟后不耐烦地掏了掏耳朵：他们不下去，要不干脆把船撞烂吧，吵死了。李闯刚要答应，几个男人一咕噜翻身爬起，冲着穆浅浅和周子阳跪下去：求求你们，帮我们说句话，我们真的错了。其实我们也没什么坏心思，刚刚就是和你们闹着玩的。穆浅浅拧着眉头想了一会儿，却看向了我：南慈，你觉得该怎么办？我看了一眼已经平静下来的水面和漂浮在上面的几具尸体，刚刚掉下去那几个都浮起来了。穆浅浅定定地看着我，眼神突然坚定下来，转头看向老道士：道长，你能过来让我上去吗？老道士懒洋洋地答应一声：老道来也。
穆浅浅和周子阳上了老道士的潜艇，学会操控后，一起朝着那2艘独木船撞了过去。